作惡多端的壞人會被打入18層地獄，而如果你想在 Xbox 的內部推進一個新的項目，那麼你得先通過14層管理層的審批。某種程度上，後者的煎熬可能比前者有過之而無不及。這可真不是我誇張啊，而是 Xbox 的 CEO Asha Sharma 在周一的公開貼文中闡述的事實。然而這還不是全部啊 ，Xbox 同時還宣布將橫跨所有遊戲工作室和部門裁員3200人。並且其中的1600人在周一的時候已經被裁掉了，他們全球的雇員加在一起总共也才16000人左右，這一下子相當於是砍掉了20%的員工。與此同時，還有4家知名的工作室將從 Xbox 的體系中剝離出去。這些新聞放在一起，可以說 Xbox 的內部現在正在經歷着一場大清洗。看到這裡，很多人可能會覺得 Xbox 這下真的是徹底完蛋了。我覺得話糙理不糙，雖然說新任 CEO 的這些動作能看出來他是有在聽玩家社區的意見的，但是這次 Xbox 的大裁員在我看來很難說會有什麼成效，更像是死馬當活馬醫的最後一搏，是一次不得不做的刮骨療毒。不過這種大場病真的只是 Xbox 一家的專利嗎？把視角拉遠一點看，當下的整個遊戲行業其實早就全部亂成一鍋粥了。3A 遊戲越來越失控的制作成本，玩家與廠商之間日益加深的不信任感，再加上離譜的硬件價格這一季最致命的催化劑，這個行業恐怕已經來到了一個臨界點，一場誰都躲不掉的史詩級大崩潰可能已經開始了。不過我認為這並不是一件壞事，所以今天的這期節目我想聊聊 Xbox 這次 CEO 的長文裡到底還有哪些隱藏的信息和背後的原因，以及為什麼說這場行業大災變其實已經悄悄開始了。大家好，歡迎來到我頻道，我是老九。公司越大，遊戲越爛，這是我之前評價 B 社的視頻裡給出的一個觀點，而這次 Xbox CEO 自己爆出的內幕可以說是對這個觀點的又一次驗證。在周一的公開信裡，阿莎非常坦白地撕開了 Xbox 過去幾年裡的那塊遮羞布。他是這麼說的：我們當前的業務狀況並不健康，我們的利潤率比競爭對手低了3到10倍，而在第9世代的主機周期開始時，面對更小的裝機量以及更高的成本結構，為了實現增長，我們押注於Game Pass 多平台戰略以及更廣泛的內容組合，儘管這些業務確實創造了價值，但其長期增長的速度遠未達到預期。而就在我們的核心業務持續走弱的同時，我們卻不斷的在增加團隊、加大投資、延長時間，以期盼能夠得到更好的結果。裝機量本來就不如人，成本又比別人高，面對這種 Xbox One 時代遺留下來的先天雙重劣勢， Xbox 的前掌門人 Phil Spencer 帶領下的解決方案，不是先解決自身效率低、開發週期長、產品競爭力不足等根本性問題，而是像互聯網大廠一樣去盲目的擴張，繼續加人，繼續砸錢收購，去賭一個總有一天能大力飛磚的未來。但問題在於，規模從來不是解決一切問題的答案。當一家公司的核心業務已經出現效率問題時，單純擴大規模往往只會把原本存在的問題一起放大。只要看明白這個前提，你就能理解接下来阿莎爆出的另一個猛料有多麼的荒謬了。他說，目前公司的部分業務流程需要經過多達14層的管理層級。與此同時，我們的平台團队規模較本世代初增長了40%，但是玩家的數量與遊玩的时長卻一直在下降，整整14層管理層啊！真的，這種情況下的遊戲如果失敗了，作為 CEO 估計都不知道應該去找誰來負責。看到這裡，你還會覺得現在的 3A 遊戲動輒幾億美元的開發成本是正常的嗎？要我說啊，在這一波內存和 SSD 漲價真正波及到各大主機廠商之前，前段時間那幾波遊戲机和會員的漲價，純粹就是在讓我們遊戲玩家為這種盲目的擴張而導致的成本失控而買單。而且這些因為盲目擴張而塞進來的毫無必要的中層管理，不僅僅讓遊戲的成本漲上去了，更是讓遊戲制作的溝通變得極其困难。微軟這種大公司啊，上下級員工之間交流一般都是用郵件的，雖然说更正式，方便日後扯皮，但是它的溝通效率真的實在是太低了。我自己的經驗就是，在歐美公司上班的員工，如果白天上着班的時候來了郵件，只要不是很急，一般都會留到下午再回復。如果快下班的時候來了郵件，可能索性直接就留到第二天再回復了。這就意味着一個需要跨越14層管理層的決策或者是建議，如果中間每一層都禮貌性的留到第二天再回復，光是讓一份方案在管理層的手裡轉一圈，大半個月的時間就已經憑空蒸發了。
而對比以前的開發者都是怎麼做遊戲的呢？一個小團隊做決策，可能就是設計師走過去拍一拍程序員的肩膀，然後說這個改一下行不行？然後程序員說行，下午改，然後10分鐘之內就搞定了。更諷刺的是，這一套層層審批的設計本意是為了降低風險，但每多一層轉手，信息就會失真1分。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玩過那個經典的傳話遊戲啊？原本一句話的意思，經過幾個人的傳遞之後，最後一個人接收到的信息會和第一個人大相徑庭。跟傳話遊戲一樣，原本的遊戲創意從底層傳達到能拍板的人的手裡的時候，可能早就已經面目全非了。而最早提出這個想法的人，反而成了整根信息鏈條裡聲音最小的那一環。這也是為什麼這幾年不管是光環還是星空，都是一步比一步讓人提不起興趣，一步比一步平庸。不是這些工作室裡沒有才華的人，而是好的想法大概率在傳到能拍板的那個人的手裡之前，就已經在層層疊疊的管理層裡被磨平了稜角。而最終繁複的中层管理不僅殺死了遊戲的創意，還順手燒光了公司的金庫。而 Phil Spencer 當年賭上的那個未來，最後到底輸得有多慘呢？阿莎在公開信裡給出了最終的答案。在典型的1年中，我們每投入$1就要虧損64美分。我靠，這已經不是划不划算的問題了，這是字面意思的在燒錢。現在的情況是，當年吹出來的彌天大謊終於徹底破產了。根據最新曝光的法律文件顯示，按照微軟當年的樂觀預期，此時此刻的 Game Pass 訂閱用戶應該早就已經突破7700萬的大關了。可現實呢？現在的實際訂閱數只有區區的3000萬，連當初預期的1半都不到。而中間差着這4700萬用戶的巨大財務漏洞，可以說是宣判了 Game Pass 這場耗資800億美元的豪賭的全面失敗。這也解釋了為什麼阿莎會如此大刀闊斧的裁員。那些不值錢、性價比低，或者是在市場上交不出好成績的工作室，全部都受到了波及。首當其冲的就是那4家被徹底剥離放生，或者整體打包出售的工作室。要我說啊，他们被趕出去，很多真的一点也不冤。比如说做出《午夜之南》的 Compulsion Games， 耗費掉了 Xbox 整整1億美元的預算，卻做出了一個疊滿政治正確 buff 的遊戲，讓核心玩家倒盡了胃口。即使獲獎無數，但是如果你無法打動你的目標客群，你就什麼都不是。最後只賣出了幾十萬份的成績。在我看來，沒把這家工作室給關停，而是讓他獨立出走，已經是最大的仁慈了。而被轉賣的《腐爛之國3》的工作室 Undead Labs 更是讓人難以同情，因為早在此前，他們就曾經邀請被許多玩家視為玩家們的導火索，並且引發整個歐美遊戲產業朝着政治正確化方向發展的佐伊·奎因擔任顧問。至於 Double Fine 這家工作室，同樣是純屬活該。其創始人當年在玩家們時期就公然在 GDC 頒獎典禮的場合上台羞辱核心玩家，是徹頭徹尾的 DEI 急先鋒。這家工作室這幾年拿着微軟無限續杯的巨額預算，把自己當成了搞政治正確、瘋狂堆疊多元化招募指標的療養院，如今跟着一起被當成虧損累贅掃地出門，完全是咎由自取。至於另外一家被賣掉的忍者理論，我只能說地獄之刃1確實非常有潛力，而 Xbox 的大廠病卻把這顆好苗子給活活害慘了。進了微軟之後，硬生生把一個本該驚豔的續作折騰成了一個極度無聊、全靠畫面硬撐的步行模擬器，落了個銷量爆死的下場。這就是 Xbox 內部最惡心也最殘酷的真相：搞政治正確的，拿着無限續杯的預算，在公司的內部各種夾帶私貨，各種亂招人；而真正想做遊戲有創意的人，卻被臃腫的公司體制活活掐死。按照目前放出來的新聞，這次其實也有那種讓人惋惜的錯殺案例，就比如說制作了《毀滅戰士 Doom》系列的id Software 也被裁掉了136人。要知道他們總共才200多人，這一下子相當於是砍掉了1半多的員工。我個人覺得《毀滅戰士：黑暗紀元》之所以叫好不叫座，不是遊戲本身有多大的毛病，而是微軟自己的宣發出了大問題。這家工作室的技術力在我看來其實相當可以，而這一把純粹從商業角度砍下來的裁員大刀，其實也從側面凸顯了阿莎的批價做得再好，他作為一個不玩遊戲的遊戲行業 CEO 的弊端。阿莎在文中還說，做出我的世界的 Mahjong 和做出糖果傳奇的 King 以後將直接向他匯報，並表示這2家工作室已逐漸發展為平台型業務，
並擁有我們最大的月活用戶規模。他們為 Xbox 帶來了關鍵的地域覆蓋、人群結構以及差異化能力。最後，他還表示，他們将把管理層從14層壓縮至3到5層，並且提拔了《我的世界》的負責人 Helen Chang 作為 Xbox 的第一位首席運營官。在現在3A 遊戲動輒幾億美元的預算下，最終遊戲銷量只有區100多萬甚至幾十萬的這種商業模式是不可持續的。穩抓 King 說明 Xbox 在微軟母公司要求其自負盈虧的情況下非常缺錢，所以撈錢最快的手機遊戲這一塊必須抓得死死的。而 Mahjong 旗下的《我的世界》則是不折不扣的全球銷量第一的遊戲，尤其是在年輕的玩家群體當中，感覺 Xbox 是想把它朝着 Roblox 和堡壘之夜的方向发展。总的來說，阿莎這次大刀砍掉中層管理的做法，確實在大體上還是比較精準的，但是我總感覺 Xbox 已經無力回天了。再加上這一波硬件成本的暴漲，以及下一代 Xbox 又是開放的 PC 主機，恐怕它的售價即將突破天際。就算還有競爭力，也不可能再和索尼去比誰更能補貼，誰更能燒錢了。他們之前在 Xbox Showcase 上的獨佔宣言，就像我之前視頻裡說的那樣，說到底只是一種階段性的營銷話術。Xbox 確實還會繼續做主機，但下一代 Project Helix 壓根就不是為了在硬件上和索尼硬碰硬，而更像是一台為自家遊戲版 Windows K2 系統鋪路的樣板機。以後各大 OEM 廠商一定會推出自己的 Xbox 品牌機，它真正的使命可能只是為了拖住 SteamOS 對 PC 遊戲玩家的侵蝕，而不是為了重新贏回主機的市场。在我看來， Xbox 的命運很有可能將會和當年的 Sega 一樣，成為一個第三方的發行商，只不過它背後還有 Windows 這個目前最大的 PC 遊戲操作系統，所以它還在想着從軟件層面對 PC 主機這個還處於啟蒙階段的市場造成影響。至於曾經被寄予厚望的 Game Pass 這口大鍋飯，在殘酷的財務虧損面前，它的神話已經徹底破產了。Game Pass 在不久的將來很有可能會大規模的下架核心遊戲， Xbox 的第一方遊戲也不再首發登錄，甚至不排除整個訂閱制服務都會被直接取消，或者只存在於微軟的雲遊戲服務生態當中。道理很簡單，當公司需要自負盈虧，開始向全平台賣遊戲賺錢的時候，那種花幾塊錢就能玩到首發 3A 的互聯網燒錢玩法就已經玩不下去了。更何況很多人其實根本就不吃訂閱服務這一套。然而 Xbox 現在的慘烈清算不過是整個遊戲行業糟糕現狀的冰山一角，它這些年來出現的問題從來都不只是 Xbox 一家的毛病，而是整個 3A 遊戲產業共有的通病。為什麼要說一場大崩潰不可避免呢？其實你只要把今年這幾個月的新聞拼起來看，你就會發現 Xbox 真的不是孤立。說白了，眼下這場席捲全行業的動盪，本質上就是各大廠商在為前幾年那波疫情期間的盲目樂觀而買單。當年全球的居家娛樂需求迎來了一波激情般的暴漲，數據好看到讓人沖昏了頭腦。不少大廠的高層因此產生了一種幻覺，覺得這種增長會一直持續下去，於是資本就開始發瘋了，而且互相攀比。今天你能砸幾十億收購一個工作室，明天我就能溢價買下一個發行商，團隊規模像吹氣球一樣膨脹。可等疫情結束，等人們開始走出家門，開始將生活的重心回歸現實，這波虛胖的用戶紅利瞬間見頂。潮水一退，裸泳的公司們才發現自己手裡多出來的是極其臃腫的團隊和成倍飆升的運營成本。所以你會發現這幾年一批批的裁員潮，說到底都是當年那場樂觀情緒下的亂投資遲早要還的一筆債。就在今年2月，索尼直接關停了口碑極佳且重置過《惡魔之魂》和《旺達與跡象》的 Bluepoint 工作室。3月輪到 Epic， 一口氣裁員超過1000人，佔公司總數的 20%， 跟 Xbox 這次的比例幾乎分毫不差。直接原因就是《堡壘之夜》這台印鈔機的用戶增長撐不動整個公司了。後來到了6月，還是索尼旗下的邦吉，由於《命運2》的停止更新，疊加馬拉松的不及預期，又被裁掉了400人，這相當於整個工作室員工數量的一半。隔壁的育碧，光是今年上半年就已經悄悄進行了好幾輪局部裁員了，加起來又抹掉了幾百個崗位。再看看 EA 呢，在戰地6賣得非常好，拿下2025年度全美最暢銷遊戲的情況下，他還是在今年裁掉了數百個崗位。你把這幾件事情擺在一起看，你就會發現這些公司他們共同的病症其實非常清晰，那就是對服務型遊戲轉型的集體遇冷，開發成本的持續失控，以及用戶增長的全面見頂。美國遊戲行業組織 GDC 最新的行業現狀報
告顯示，在過去的2年裡，全球有28%的游戲從業者遭到了裁員，美國的這個比例甚至高達33%。而在 3A 工作室內部，情況更誇張，有高達66%的從業者表示自己所在的公司經歷了裁員。也就是說，每3個 3A 員工裡就有2個不得不親眼看着身邊的同事卷鋪蓋走人，或者自己就身處於被清洗的風暴中心。聽到這裡，你可能就要問了，既然大家都在裁员，都在高喊斷臂求生，那是不是只要把人裁明白了，这病就能治好了？我覺得恰恰相反，裁員只是把賬面上的虧損數字抹平了，但它根本解決不了 3A 遊戲已經病入膏肓的畸形商業模式。現在的 3A 遊戲已經變成了一場高風險低回報、開發周期動輒5到7年的豪賭。在10年前，幾千萬美元就能砸出一部名留青史的神作，而今天為了追求所謂的次時代畫面和電影級敘事，一個項目的預算隨隨便便就能堆到3億甚至5億美元，開發周期拉得比美國內戰還長。這就帶來了一個極其致命的問題，那就是今天的遊戲在立項的時候，它根本不是在迎合現在的市場，而是在对賭5年甚至7年之後玩家的偏好和審美。遠的不說啊，就看前2年索尼那個被釘在遊戲恥辱柱上的新名特工，開發整整8年，據說是砸了4億美元，結果首發在線人數只有區幾百人，上市僅14天就被索尼強行拔掉了網線，全額退款，連帶着把開發的工作室也給一鍋端了。這是一個極其荒誕但又無比現實的標本。這長達8年的開發周期意味着當年高層一拍大腿立項的時候，守望先鋒類的英雄射擊遊戲還是個香饽饽，可他們根本就沒有料到，等遊戲好不容易做出來之後，市場早就已經變天了，玩家連看都不想看一眼。而這種恐怖的容錯率逼得大廠的高层們越來越不敢創新，為了降低風險，他們只能去迷信那些大數據，去盲目缝合市場上最火的玩法。就比如说前段時間像光環竟然說自己也要做撤離射擊一樣荒謬，甚至就算是到了現在了，還會去迎合那些根本就不玩遊戲的 DEI 諮詢機構。結果我們就得到了一批又一批越來越平庸、越來越千篇一律的流水線工業垃圾。廠商在賭桌上輸紅了眼，不僅沒有反思自己的傲慢，反而把代價轉嫁到玩家頭上。而更讓人絕望的是，硬件成本的失控正在給玩家和廠商同時送上最致命的一擊。這個連廠商都無法控制的場外因素，成為了大崩潰最後的催化劑。以前的主機是廉價高性能的代表，但現在這個神話將徹底破滅。根據行業內的最新爆料，傳聞中沒有光驅的 PS6 的物料成本都已經來到了1000美元，且索尼表示不會虧本賣。而這甚至還沒算上物流倉儲、設計人工以及宣發的成本，也怪不得索尼會取消實體版遊戲，加強自家的 DRM 政策，一切都是為了從消費者身上榨取哪怕最後一滴利潤。而失去硬件補貼的也不止索尼 ，Xbox 下一代走向 PC 生態的 Project Helix 售價注定更是突破天際。當買台遊戲主機需要動輒上千美元，遊戲的價格也不斷上漲的時候，遊戲這項娛樂本身就被資本變成了普通人高攀不起的奢侈品。資本的虛胖、管理的臃腫、創意的死亡，疊加軟硬件成本的全面暴擊，讓整個行業在崩潰的臨界點上搖搖欲墜。這一次 Xbox 的大裁員雖然必要，但它更像是遊戲史上那場雅達利大崩潰 2.0 版本的開場前奏。區別在於，當年的大崩潰是因為市場上充斥着無數粗製濫造的垃圾遊戲，而今天則是因為大廠們在臃腫的體制和 KPI 的裹挾下，不僅生產出了大量同質化的高畫質爛作，更親手扼殺了原本該有的創意火花。而這一切的代價可能會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慘烈。Later. 有的人可能會說，我沒感覺到崩潰啊。其實這很正常，當時身處2戰那個年代的人也不會把自己正在經歷的一切稱之為2戰。任何一個時代的終結都不是在鐘聲響起的那一刻發生的，而是在所有人意識到它結束之前，新的時代就已經悄悄開始了。當你正身處於歷史的洪流當中，你看到的只是零散的新聞、局部的變化、一次次看似獨立的事件，而不是一幅完整的歷史圖景。今天的遊戲行業也是一樣，裁員、項目取消、成本失控、玩家流失，這些現象其實正在拼湊成同一件事情，那就是一個舊時代正在走向終結。等到有一天你回頭再看，才會發現這並不只是幾家公司出現了問題，而是一整個舊的商業邏輯走到了盡頭。而在那之後，行業也一定會重生，只不過留下來的不會是那些燒錢最多、體量最大的公司，而是那些真正理解遊戲、尊重玩家，並且還願意認真做作品的人。這場大崩潰的意義，從來不只是毀滅，而是一次遲到已久的洗牌。Anyways， 歡迎收看頻道，感謝大家陪伴。如果你對 Xbox 的看法，歡迎在評論分享，也別忘訂閱、關注、點讚、收藏。我們下期見 ，Peace。
这特好。I don't give a damn。我天，我觉得我是帮你省了100万，天哪，特好特好。你看你自己看。